树上挂着钱串子，树下就是坟圈子。在中国东北的原始森林中，一群人正在几十米高的红松树顶冒险。他们踩着拇指粗的树枝，身体悬空，随时面临坠落危险。每年采松季事故频发，长白山区域就有采松人从树上摔下，有人不幸身亡，有人落下终身残疾。2023年9月，黑龙江一名采松工人乘坐氢气球作业时失控，被气球带着飘行了300多公里，失联1天1夜，所幸最终被找到。他们是采松人，依靠这项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职业之一的工作，采收一袋松塔能卖1000多元，一天能挣1700元。即使知道风险如此之高，他们依然年复一年地攀上树梢，为的是那短短2个月可能带来的几万元收入。在你咀嚼香脆松子的时候，可曾想过，这小小一粒背后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生死交易？当朝阳从长白山脉慢慢升起，张文娟已经整装待发。不同于其他采松人，她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吉林省唯一的女性跑山人。张文娟谈起自己的爬树经历时，语气平淡，仿佛不是在谈论一项被男性主导的危险职业。她曾爬过30多米高的大树，从树上往下看，几乎看不到地面。30年前，她和丈夫从山东来到长白山脚下，寻求更好的生活。起初，丈夫负责跑山养家，而张文娟则在家照顾年幼的女儿。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丈夫因气管疾病而不能继续工作之后。面对家庭的重担，张文娟毅然接替丈夫的角色。她每天徒步行走20-30公里，攀爬几十米高的树木，背负着上百斤重的山货，穿梭在长白山的原始森林中。虽然工作艰辛，但张文娟从未放弃，因为这份工作能帮助她供女儿上学，维持家庭生计。如今，张文娟的女儿已经27岁，在外地工作。为了节省路费，女儿连中秋节都没能回家，只寄来了一对耳环作为礼物。收到礼物的那一刻，这位坚强的女性眼中闪过泪光，流露出母亲的柔情。在黑龙江省的松林深处，黄凤才领导着另一支采松团队。这位来自吉林省磐石县的采松老手已有10几年经验，每到采松季节，就有40-50个同乡投奔他而来。采松人通常2到3人为一个小组，一个负责爬树打松塔，其他人负责地面捡拾。每袋松塔价值115元，一个小组一天能收集10几袋。负责爬树的人获得60%收入，捡拾的人获得40%。这种方式让采松人在短短2个月的采摘季中，月收入能达到2万多元。晚上回到住处，采松人们围坐在一起，谈论着当天的收获和未来的计划。有人想用这笔钱供孩子上大学，有人计划改善家庭生活条件。他们深知这份收入来之不易，背后是用生命冒险换来的。晚上围着火堆，他们轻声交谈着各自的惊险经历，笑容中藏着对生命的珍视和对彼此的理解。随着一袋袋松塔被装满，背下山，采松人们的工作并未结束。他们还需面对另一项挑战，如何将这些满载松香气息的松塔变成市场上的抢手货。这背后是一套古老而精湛的采摘技艺和工具，也是一代代采松人用生命积累的宝贵经验。在长白山区的密林深处，采松人的工作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丰富的技艺和智慧。几百年来，这套采摘技艺几乎没有太大变化，直到近年才出现了新的采摘方式。采松人最重要的工具是脚扎子，一种 L 型铁器，内侧有约1寸长的尖刺。采松人将其绑在腿上，靠尖刺扎入树干稳定每一步，才能攀上高达30米的红松树。你能想象自己悬在30米高空，仅靠脚下的铁器支撑全身重量的感觉吗？采松人第二个重要工具是长约4至8米的采摘竿。站在树顶后，用长竿将松塔打落在地，这需要极佳的平衡感和控制力，手持长竿站在高空，身体摇晃，稍有不慎就会坠落。采松人的生命全靠多年磨练的本能和经验。地面工作人员负责捡拾松塔，并避免被砸伤。松塔覆盖着粘性极强的松枝，
即使采松人穿最破旧的衣服，戴帽子和手套，衣服最终还是会因松枝而报废。一棵松树上的松塔分布并不均匀，主要集中在树冠最顶部的枝桠间，这使得采松的难度更大。正如一位采松人所说，松塔位于松树的顶部，产量不等，这些红松高度都在20米以上，至少有6、7层楼高。采松人每天都要爬10几棵树，才能有足够的收获。采松人的技巧不仅限于爬树和打松塔，还包括如何辨别哪些松树有松塔，哪些松塔已经成熟。有经验的采松人会先在树下仔细观察，看到树顶上有松塔才会爬上去，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体力消耗。不是每一棵红松树都有松子，要先在下面看，看到树上有了才上去。近年来，氢气球辅助采摘技术应运而生，采松人乘坐氢气球升空，通过绳索控制直接摘取松塔，大大提高了效率。一个热气球加2个工人每天能打1000棵树，而爬树的话，一天最多打30棵。然而，氢气球采摘虽然提高了效率，却带来了新的安全隐患。正如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那起事故，如果安全措施不到位，氢气球可能会失控，带着采松人飘向未知的地方。这种方式目前仍缺乏相应的安全操作规范。用什么样的气球？气球能飞多高？几根绳固定？如何规划路线？如何规范操作流程和从业者资质？这些都需要指定一个安全操作技术规程。无论传统攀爬还是现代气球，采松工作都伴随巨大风险。树上挂着钱串子，树下就是坟圈子。这句采松人中流传的谚语，简洁有力地概括了这一职业的本质。这套古老而精湛的采松技艺，是采松人世代相传的宝贵财富，也是他们在险峻环境中生存的关键所在。在了解了中国采松人的艰辛技艺后，我们不禁要问：世界其他地方的松子是如何采集的？当我们将视线从中国红松林转向全球，一些鲜为人知的惊人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或许你曾在高档超市里购买过一袋标注巴西松子的昂贵坚果，价格高达美金250元以上。但这些所谓的巴西松子，真的来自南美洲的巴西吗？事实令人震惊，大部分市场上的巴西松子实际上产自巴基斯坦西部和阿富汗地区，与巴西几乎毫无关系。这一市场营销的小把戏，在松子产业内部是公开的秘密。巴西松子之所以得名，只是因为早期有一批松子通过巴西中转进口，这个名称便被商家沿用下来，成为一种松子品类的代名词。实际上，世界松子产量最大的3个国家是中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而非巴西。这种所谓的巴西松子有其特点，皮较薄，轻轻一捏就能开口，食用方便。相比之下，中国东北红松的松子壳更硬，需要专门工具或牙齿才能剥开，但它的风味更为浓郁，独特的松香气息更加明显。各国的采松方式也存在显著差异。与中国采松人冒险攀爬或乘坐氢气球相比，俄罗斯人采取了更为保守的方式，他们直接在树干上绑振动器，利用振动使松塔自然掉落。这种方法虽然效率不高，但大大降低了人身风险。美国的松子采集呈现出商业与个人采集的双重面貌。在商业领域，央视曾记录其采集过程，他们将落地的松塔连同地面的树叶、泥土一起铲走，再通过机械分离。这种方式虽然省力，但松子品质普遍不如直接采摘的好。与此相对，美国西部地区的个人采集者依然保持着传统方式，他们在8至9月间寻找挂满青色松塔的松树，戴着手套直接采摘，将松塔晾晒3周左右，直至自然开裂，再取出松子。这种传统方法虽然费时费力，但能保证松子的优质风味，与中国采松人的辛勤劳作形成有趣的跨文化共鸣。阿富汗的松子被当地人称为 Jalgouza， 是这个战乱频繁国家的重要外汇来源。阿富汗人有一套独特的松子采集和处理方法，他们会将松塔靠近火源烘烤，使其开裂后取出松子。相比中国的高空作业，阿富汗人的采松工作危险系数要低得多。
全球松子市场的格局也十分有趣。中国作为松子进出口国，供应着全球70%的松子，其中30%出口到美国。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市场已经形成了对中国松子的严重依赖。在中美贸易摩擦最激烈的时期，美国食品企业集体向政府请愿，希望松子能够豁免额外关税，理由是美国90%的松子依赖中国进口，根本找不到替代品。美国本身是重要的坚果生产国和出口国，其坚果出口占农业总出口额的10%，仅次于大豆和玉米。然而，美国虽地广人稀，森林广阔，却很少生产松子。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松子采集难以完全机械化，而美国劳动力成本高昂，没有足够廉价的劳动力进行人工采摘。中国东北的红松松子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红松生长在寒冷地区，树龄普遍达到50年以上才会结果，一些老红松甚至有着几百年的历史。这样苛刻的生长环境和漫长周期，造就了红松子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使其成为全球市场的抢手货。松子贸易已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全球市场价值在数十亿美元以上。随着全球健康饮食理念的普及，松子以其优质的蛋白质和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正赢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在这个全球视野下，中国的松子产业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承载着中国采松人的艰辛和智慧，也在国际经济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而这种珍贵坚果的采摘到加工，从树林到餐桌的完整过程，同样值得我们深入了解。在中国东北的广袤林区，松子产业已成为支撑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是无数山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中国的松子主要来自东北长白山区与小兴安岭一带，产量占全球30%，位居世界第一。吉林省梅河口市是全球最大松子加工集散中心，加工的松子占全国产量70%左右。松子价格高昂的主要原因是生长周期长和采摘成本高。野生红松需生长50年以上才结籽，且遵循3年一小收、5年一大收的规律，供应不稳定，导致价格波动大。采摘方面，一名熟练采松人每天能爬15棵树，采集约1000个松塔，日收入在1000至1700元间，相当于一棵松塔3元钱左右。上一棵树能打将近50棵，爬一棵树就能赚150块。其次是加工成本，松塔采摘回来后，需要经过晾晒、脱粒、筛选、剥壳等多道工序。松子到大家手里之前，还要经过风选、重量选等程序，把坏了空壳的松子去掉，还要经过高温开口，方便大家手剥开食用。一位松子加工厂的员工解释道，这些工序不仅耗时耗力，还需要专业技术，进一步提高了松子的最终价格。国际贸易方面，中国既是松子生产大国，也是重要的进出口国。近年来，随着全球松子需求增长，中国松子出口持续增加，2024年出口总值已超过10亿元人民币。松子产业对当地经济贡献巨大。以黄凤才带领的采松团队为例，据黄凤才估算，今年的采摘季节，他带领的林班短短2-3个月，就可以给老家带回40-50万元的收入。这笔钱足以让整个村子的生活水平提高一大截。这样的经济效益，使得松子产业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松子产业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从产业链来看，上游主要包括种苗培育、松树种植、松果收获等环节，中游则为松子的加工利用环节，涉及松子酒、松子油、松子酥等产品的开发和推广。下游的销售渠道可分为线上销售与线下销售，包括但不限于超市、电商、专卖店。每个环节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电商平台的兴起，松子销售渠道更加多元化，进一步扩大了产业规模。然而，松子产业也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资源减少问题，随着近处松树被采摘殆尽，采松人必须深入更远的山林，增加了采摘难度和成本。以前采松子就是走个3-5公里就全是松子了，
现在得走个10几公里，山路越走越远，有的甚至得达到15公里，来回就30公里。一位当地采松人表示，随着梅河口市松子加工能力的持续提升和贸易市场不断扩大，当地松子采购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从长白山、大小兴安岭逐渐延伸至云南、陕西、山西等地，以及国外的俄罗斯、蒙古、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这种多元化采购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源紧张问题。其次是野生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矛盾，过度采摘可能导致生态破坏。再者是年轻劳动力流失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山区到城市打工，导致采松人队伍老龄化。面对这些挑战，一些地区已经开始探索松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例如推广人工种植红松、改进采摘技术、加强品牌建设等。通过这些措施，松子产业正逐渐从传统的资源采集型向现代化农业转型，以期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实现经济价值的最大化。这个小小的坚果，不仅承载着采松人的汗水和智慧，也见证着中国山区经济的变迁与发展。随着消费者对高品质食品的需求不断增长，松子产业的经济价值有望进一步提升，为山区居民创造更多财富和机会。当满载松塔的采松人背着沉重的收获从山林归来，这些松塔还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加工过程，才能变成我们餐桌上那一粒粒香脆的松子。这个从山林到餐桌的完整旅程，充满了智慧与工艺。松塔采回后要经过一系列加工，首先晾晒7至10天，使鳞片自然打开，然后通过脱粒机将松塔壳体破碎，分离出松子。一袋100多斤的松塔脱完后只剩20几斤松子，所以10斤松塔1斤子一点不夸张。接着进行清洗、分选和烘干，去除杂质并延长保质期。最后对鞘硬的东北红松子进行开口处理，使其更易食用。整个过程不仅耗时耗力，还需要专业技术和设备。然而，市场上也存在一些不良商家使用化学物质进行开口处理，如亚硫酸钠粉、滑石粉、纯碱等。这些物质不仅破坏了松子的营养和味道，还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因此，消费者在购买时应当选择正规渠道，注意观察松子的色泽和气味。最后是包装环节，包装不仅要保持松子的新鲜度和风味，还需要满足市场营销和物流运输的需求。现代包装技术通常使用真空包装或冲淡包装，以延长松子的保质期。现在，这些经过层层处理的松子终于可以进入销售渠道，抵达消费者手中。从高空危险的采摘到精细的加工处理，一粒小小的松子背后是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当你手捏一粒小小的松子时，是否能感受到它背后的生命代价？对于消费者来说，如何挑选优质松子非常重要。优质松子应该个儿大、饱满、色泽均匀、无虫蛀、无霉变。东北红松子通常呈淡黄色或浅褐色，壳上有细小的黑点。开口的松子应无异味，闻起来有淡淡的松香气。购买包装松子时，应注意查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松子的存放也有讲究，未开封的松子应放在阴凉干燥处，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环境。开封后的松子最好放入密封容器中，置于冰箱冷藏，以延长保质期。如果发现松子有哈喇味或异味，就不宜食用了。松子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作为烹饪材料。在中国传统烹饪中，松子是很多高档菜肴的重要配料，如松鼠桂鱼、松仁玉米、松仁菠菜等。松子还可以用来制作糕点和甜品，添加在面包、蛋糕或者沙拉中，增添独特风味。从参天松树到餐桌美食，每一粒松子都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旅程。当我们品尝这份美味的同时，也值得铭记背后那些默默付出的采松人和加工者们。每年9至11月的采松季节虽短暂，却至关重要。采松人黎明起床，穿上厚实衣服，带上干粮和工具，乘车前往山区。
由于采摘点往往位于深山，他们还需徒步数公里，因此通常以2到3人的小组形式作业，既能分担风险，也能在紧急情况下互相照应。收入与风险始终是一个不平衡的天平。采松人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松塔产量波动，在欠收年份，即使冒同样风险，收入也会大幅减少。采松季节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为了提高效率，很多采松人选择住在山上，减少往返时间。他们的居所往往是简陋的帐篷或废弃的护林站小屋，缺少基本的生活设施。来自贵州等南方省份的季节性工人情况更为艰苦，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常常10几人挤在一个房间，每人每天仅花费15元左右的住宿费。山中危险多样，除高空坠落外，采松人还可能遭遇野生动物袭击、迷路或恶劣天气。有人的车辆被熊损坏，有人被森林蜱虫咬伤，这种寄生虫有可能携带病原体，严重时甚至威胁生命。面对这些困难和风险，采松人坚持这份职业的动力主要来自经济需求。多位采松人都为家庭责任而努力，有人为供子女上学，有人为解决医疗费用，有人为改善村里整体生活水平。采松工作虽危险，但高额回报使其成为山区居民能接触到的少数几种快速积累财富的途径。在短短2、3个月的采松季中，勤劳的采松人可以赚取相当于普通打工者半年甚至1年的收入。采松人的家庭生活也因这份特殊职业而具有独特特点。采松季节，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会全部投入采松工作，家务和农活往往由老人或妇女承担。有些采松人的配偶也参与采松工作，形成家庭作业小组，而有些则留守家中，负责后勤保障和子女照料。采松季结束后，采松人的生活节奏明显放缓。冬季，山区被大雪覆盖，户外工作几乎停滞。春季到夏季，他们会从事农耕、采集山野菜或小规模打猎等活动，但这些工作带来的收入远不及采松季。许多采松人会在非采松季节选择外出打工，补充家庭收入。即使采松季收入丰厚，由于季节性限制，仅7至10月可采。这笔收入仍难以支撑全年生计，这也是促使部分采松人外出寻找更稳定工作的原因。当代采松人同时面临着职业转型的压力。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山区，到城市寻找更稳定、风险更低的工作。这导致采松人队伍日益老龄化，传统技艺面临传承危机。多位年长采松人对行业未来表达了担忧，认为年轻一代缺乏对这项传统职业的兴趣，更倾向于城市生活和更有发展前景的工作。尽管如此，依然有许多人选择留在山林，坚守这份传统职业。在他们看来，山林是根，采松是魂。许多采松人家庭展示出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留恋和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同时也反映出他们为家庭责任所做的牺牲和努力。采松人的坚守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传承，更是对家庭责任的担当。他们用勇气和汗水书写着自己的人生，也为中国的松子产业贡献着不可替代的力量。松子产业看似繁荣，却面临多重挑战。资源减少迫使采松人前往更偏远地区，从过去3、5公里范围就能找到丰富松塔，到如今需深入10几公里的原始林区。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影响着松塔品质和产量。劳动力老龄化日益突出，高风险的特性使越来越多年轻人避而远之。老一代采松人年龄普遍在40、50岁以上，身体条件逐渐难以适应。即使在采松家庭，父母也往往不希望子女继续这一危险职业，而是鼓励他们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市场竞争加剧，技术落后和自然保护与资源利用的矛盾都给传统采松业带来压力，但挑战中也蕴含机遇。科技创新正为松子产业注入新活力，无人机技术可能为松塔采摘提供新解决方案，品牌建设为产业带来新机遇。培训和教育努力提高采松人安全意识和技术水平，
政策支持也在发挥积极作用。在中国东北广袤的原始森林中，每年秋季都上演着一场关乎生死的松塔争夺战。采松人踏着晨露攀上参天大树，身体悬于高空，只为采摘那些看似平凡却价值不菲的松塔。树上挂着钱串子，树下就是坟圈子。这句谚语深刻道出了这一职业的本质。从张文娟到黄凤才，从刘保国到无数匿名的采松人，他们冒险攀爬，不是为了刺激，而是为了履行家庭责任。每一代背下山的松塔，都承载着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和对家人的爱。当我们品尝松子时，不妨想想它背后的故事：高空中冒险的采松人，加工厂里忙碌的工人，以及为保护生态环境而探索的科研人员。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让这份大自然的馈赠呈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是山的守护者，也是林的采集者，是传统与现代的桥梁。如果是你生活在这样的山区，会选择继续这一传统行业，还是寻求改变？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和转发，让更多人了解这些默默无闻的采松人背后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见。